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个礼拜呢，我们进入了STEM machine 的练习。好，这大概是本周的重点。好，首先呢，我们会复习一下什么是 STEM machine。好，那这个在数位系统的设计上，其实常常都会有需要用到这个的概念。好，虽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没有提到很多，没有提到很多。那所以老师在这边呢，再把它做一个很快的回顾跟介绍啊。如果有些同学没有修过呃那个罗瑟的课的话啊，那我想老师也用很简短，可是呢那个简单的方式啊，让你了解一下啊，STEM machine 啊是什么。那 STEM machine 它其实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 STEM machine 呢，它意思是说啊，这个数位的系统呢，它有几个状态啊，就是只会有可数的可数的这种状态。那状态如何去改变啊？说这种是两个，一个是状态怎么去改变，再来呢就是说你需要产生的输出在不同的状态下，它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输出那所以这个输出如何产生所以 STEM machine 大概提到 STEM machine 大概就要想到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 state 怎么变化，再来呢，那输出怎么产生或者说输出跟输入还有 state 之间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这个概念呢，怎么用 Verilog 这个程式来实作在课本的其实它有一个范例它其实有一些范例我们就可以来看那其实你了解之后，你就其实没有到很困难了，它其实围绕着前面这两个问题就是我们写程式基本上就用这个观点去写那等一下最后你就会看到程式的部分，你就比较知道老师讲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最后呢，我们是不是要在实验板上做实验，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把这个 STEM machine 呢跟实验板上的这些按键，还有七段显示器来做结合按键呢是这个 input 的部分那七段显示器呢就是你的 output 还有 LED 啦，LED 也可以当做是你的 output 那我们必须把 STEM machine， 因为你程式写完，其实你看不出来它的动作你必须把它接到我们这些板子上的按键或者板子上的七段显示器，你才可以知道说这 state 怎么变化。好，以上呢，大概这个礼拜我们需要你需要这个课程上完之后，你需要理解的部分。好，那这个 STEM machine 或者有些人把它叫做这个 Finite State Machine， 那就是 FSM 其实都是差不多那你有兴趣同学，你可以到这个 Wiki 里面去看一下。那它大概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说明然后一些例子什么时候用到那其实我们生活上最容易举的例子就是红绿灯啦红绿灯它其实就几个 state， 一个就是红灯，再来是绿灯，再来是那个闪绿灯，再来是那个黄灯再来是红灯所以它其实应该有四种 state 那以课本来讲，我们大概是在 5.5 5.6 的地方那这意思是说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它其实只有几种 state 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状态几种状态那这个状态的数量是可以数，所以它叫做 finite state machine 那在我们的数位电路上，所有的状态所有状态我们就很常用这个 flip flop 来表示用 flip flop 来表示
那一个 flip flop 它是不是它能够表示的状态呢？其实就两种啊，因为它的输出呢就是0或者是1嘛，啊，所以我们就是用一个 flip flop 来代表两种的状态啊，它的状态是0或者是1这样啊，这个输出啦，这一个输出啊，这个状态这个输出呢是0或者是1，当做是是一个状态啊，用来表示一个状态，那它的输出啊这个地方可能就是0或者是1。那这个 flip flop 我们就可以把它说它的输出啊，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呢，可能有两种可能性啊，它不是0就是1这样啊。那 flip flop 它什么时候会改变啊？会依照这个 clock 啊，所以它状态什么时候改变？就是你给它的这个 clock 啊 ，age 看你是正弦触发还是负弦触发啊，也就是说一个 D flip flop 它可以表示这个两件事情啊，0或者是1。那我们呢要表示多种状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多个 D flip flop 来构成啊。那当然你可以用什么 JK flip flop， 什么 T flip flop。那因为我们就直接写 Verilog 的语言，我们不要再去做那些那个逻辑闸啊，在那边兜来兜去啊，我们直接用 Verilog 就写就好了啊，因为它自然会把你合成最佳化啊，做最佳合成最好啊，所以我们只要专注在状态的变化就好啊，不用管它说它到底最后用什么来把你合成啊，不用管它。好，那两个 flip flop 的话，如果你用两个 flip flop 啊，每一个呢都有两个可能性，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表达2的2次方，所以你有4种可能性啊，也就是说两个 flip flop 它可以表示4种可能性，那3个呢就是2的3次方，它就可以表示8种可能性，4个 flip flop 它就可以表示16种的可能性。这个意思是说啊，你想要建构的这个数位系统，它需要有几种的状态，你要先把它想好。好，那你刚讲那个最简单的那个红绿灯，它其实只要4种状态，那是我其实只要2个 flip flop 就可以表示这个系统。好，那如果比较复杂红绿灯，它是不是还有什么左转灯？讲不是，对，它还有一个左转的灯号的那一个 state， 对不对？所以这时候这个就不够了，2个 flip flop 就不够，你就需要3个。好，所以到底需要几个？我们就看它带有几种可能性啊，这个系统它工作在几种可能性。再来呢，我们来看如何去描述一个这个 state machine 啊，这个是课本的例子，在那个5.16图，那这个图呢是5.15的这个电路啊，电路是在5.15啊，那这个电路图啊，这个图形啊，我们把它叫做 state transition diagram， 也就是说状态转换的一个关系图啊，那有圈圈代表是状态，圈圈啊，那这个有4个圈，对不对？所以它就需要有4种可能性。那我们都会从00开始来表示啊，00、01、10、11啊，它有四种可能性啊。那我们就习惯都从00开始去做编号了。再来呢，我们看这个图形上呢，是不是有箭头的线啊？有箭头的线，箭头的线代表是状态啊，这个圈圈啊，这跳跃的这个方式啊。那我们以这个11来看，11这个状态呢，它有可能是跑到10啊，你看这个箭头了啊，这个箭头往上，另外它有可能跑到这里有个箭头，所以11有可能会跑到00啊，所以它有2种可能性。那什么时候会往上跑，什么时候会往这边跑，就要看它的输入啊，输入会写在这条线上面啊。这个例子来讲呢，是这个我们要看的是斜线的左边这个
啊，这意思是说啊，输入是1的时候呢，它就会从这里跳到这里来。好，输入是0的时候，在这里0的时候呢，它从11会跳到00。好，那这条线呢，实际上是一个又回到它自己。这意思是说啊，假设你的状态跑到10的时候，你的输入又是1，它就一直回到它自己，就不变。这个意思就状态不变的意思啊，一直停留在10这个状态，直到什么？直到输入变成是0的时候，它才从10跳到00去啊，10跳到00去。好，那什么时候会做这个跳跃的动作？什么时候会从这里跳到这里？啊，这个图上看不到，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在有一个 clock， 好，这个系统呢你会有一个固定的 clock， 啊，所以它会定时做这个切换，定时做这个 state transition， 啊 state transition。然后最后呢讲这个斜线的右边，啊斜线的右边，啊斜线右边呢这个的表示方式是左边呢是刚刚提到的，这是 input， 右边就是 output， 啊，代表呢这个时候我的输出啊应该是0，啊，这个时候我的输出应该是0，那这个时候呢我的输出应该是1，啊，所以这个表示的意思就是斜线的左边是 input， 它的右边呢就会是 output。好，那 state machine 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这2种的类型啊，细分成2种类型，一个叫 mini， 一个叫 model。啊，那这2个类型呢，其实非常类似，差别是在哪里？输出怎么决定？你的 output 怎么来决定？啊，如果你去看课本的5.15图，还有5.20图，刚好就是这2个，好，这2个。5.15呢是所谓的 mini model， 啊，5.20呢就是这个 more model， 啊，那它们的差别是什么？啊 ，mini 呢指的是说你的输出呢是跟你的 state 有关，还有呢 input 有关，好，这2个有关的时候呢，我们叫 mini。那你的输出如果只有 state 有关，啊，只有跟 state 就跟 input 没有关系的时候，这个就是叫 more model， 啊，所以这个只是再把它细分了，啊，就是依照你的输出啊，到底有没有跟你的 input 有关系啊，来决定。好，那我们回来看一下啊，刚刚那个例子呢是叫做 mini 的类型啊，这个是它的电路图，这是 5.15。啊，那你要用 Verilog 去做它，你也可以用这个 get level 啊，这个图就是 get level 的图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蛮复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Verilog 的那个 state 的写法啊 ，state 写法就直接依照这个图去来做啊，那会简化很多，你不用去管这个了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好做，没有在做设计，我想没有人会用 get level 去做新的设计啊，但是呢，在教学上我们还会先从get level 的这个电路图来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4个 state， 所以呢，它会有2个 D flip flop。好，这个细节我们就先不管啊。然后呢，它的输出是 Y 啊，这是 Y。那我们可以看到 Y 跟谁有关 ？Y 的 input 从哪边来？你可以看到 X 在这里，对不对？所以 Y 跟 X 有关系，还有跟什么？跟这个 A， 然后呢，这个是 B， 这个是 B， 所以看 AB 就是它的状态啊，状态有关系，还有跟 X 有关啊，所以只要跟 input X 有关，这个呢就会是 mini 的 model。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输出呢写在这里，好，输入一定都写在这个线上啊，输入一定写，可你的输出呢，如果是 mini model， 输出呢就会写在线上，然后用斜线来表示。好，那 5.20 的这个图呢，就是一个 more model 的例子。你可以看这个例子呢，它的输出 Y 在这里，对不对？Y 只有跟谁有关？有跟 A 跟这2个
啊，它是用 T flip flop 来画啊，到底用什么画其实不是很重要啊，你要知道说重点在它的输出啊跟谁有关啊，它的输出只有跟state 就是 state 由谁来决定，就由这两个 flip flop 来做决定的啊，所以这个叫 A， 这个叫 B 嘛啊，它的输出只有跟 A、B 的啊当时的那个资料有关啊，因为它没有 X 进来啊 ，X 没有跑到这里来啊，这个时候我们会把输出写在这里啊，斜线然后这个0，代表呢状态是00的时候，00就是这个是0，这个也是0，00的时候呢，它的输出呢就应该是 Y， 它的输出 Y 应该是0啊，这个呢就是 state 是01啊，就是假如这是0，这是1，我的输出应该是0，这样子啊，所以你的输出跟你的 input 无关，那就是 Moore model。好，那这只有这两种表示方式 ，state machine 啊，就是这两种，一个是差别就是在这斜线啊，斜线的 output 放在哪里？放在 state 圈圈里面，还是放在线上面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只要看到，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属于哪一个类型啊。那个斜线放哪里？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课本的这个范例啊，范例是讲5.16这个 state machine 的Verilog 怎么写啊？好，首先我们看这个图，它有4个 state 啊，4个 state 啊，4个 state。好，那写法呢，它可以分成3个区块啊，3个区块啊。以前已经跟大家讲说，我们在看这个电路图的时候呢，啊，你不要是一行一行去看它啊，你应该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啊，然后去了解一下这个区块它的功用是什么啊。前面2个 always 啊是在这个设计来做什么 state 切换啊，第3个 always 呢就是来产生你的 output 啊，产生你的 output 啊，这个就是它的程式码啊 ，example 5.5这个程式码啊，你有课本的，还有课本同学，你可以去翻一下课本的 example 5.5啊。那你在看这个图的时候，你必须把 state transition diagram 这2个要一起看啊，这2个要一起看。好，我们来看一下它需要的一些东西哈。啊，这个是你的 input output 啊，你的 output 就是一个 bit 就是它叫 y out 啊，这里这是你 output， 斜线的右边是 output 啊，叫做 y out。input 呢是什么？你的 x 是 input， 然后呢还有你的 clock 啊，这里看不到 clock。啊，你只要看到 state 就是代表它是用 free flow， 所以它就需要 clock。好，再一个 reset 啊 ，reset 只是说我那个 reset button 一按下去的时候啊，它要从哪里开始啊 ？state 的第一个 state 啊，要从哪里开始跑啊？所以 reset 按了之后啊 ，state 要跑到哪一个 state 去啊？这个图上也没有看到，所以这个也是 optional 啊，到底需不需要做 reset？那我们的范例会做 reset。好，那以下呢就是它的这个写法。好，我们先看大的方向来看，它是有3个 always， 这里有一个 always， 这里第2个 always。然后再来呢，这是跳一页哈，再来第3个 always 在这里。好，来我们一项一项来看哈。它需要2个变数，一个叫 state， 一个叫 next state。啊，这个 state 代表是当下的状态。next state 代表是什么？你
切换的时候要跳到哪一个去。啊，所以它有两个变数，一个是当下的状态，两个暂存器啊，这个是下一个我要去的状态啊的编号是什么？那我们有4个 state， 所以你需要那个刚讲2个 D free flow， 所以你这边需要2个啊，1冒号0就是有2个暂存器的意思。parameter 只是参数的意思啊，这个是给人看的，方便阅读啊。也就是说，下面你只要看到 S0， 它就是00的意思 ，S1 呢就是01啊，S2 就是10，S3 呢就是11啊，所以它只是把这个呢把它叫做 S0， 这个叫做 S1啊 ，S0、S1、S2、S3啊，是这个意思。这个是这个方便我们人来看程式的时候啊，好看而已啊。第一个 OS 呢是处理状态的改变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谁会触发啊 ，clock 的正源触发啊，所以每一个 clock 的正源的时候，它就会做这个事情啊，然后 reset 它也会做事情啊，那 reset 放在 OS 里面啊，这个在之前我们有提到什么叫做非同步的 reset。啊，这个放在这个里面表示呢，它是一个非同步的 reset 啊，就跟 clock 是不同步的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同步的 reset， 马上它就会做那个状态的变化。好，再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做了什么事啊，非常的简单了啊，如果 reset 产生的时候，我的 state 呢就会是0啊，所以 reset 会跑到这里。啊，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reset 它会跑到这里00开始。如果是正常的 clock age 会做什么事？就是把 next state 啊，就是这是你当下 state 嘛，做切换啊，你把next state 的这个资料就是把它 copy 到 state 啊，再把它存到 state 去。好，所以第一个 OS 做state 的切换的动作。好，第二个 OS 呢？第二个 OS 它做了什么事？它跟谁有关 ？state 的切换有关，还有呢，输入有关系state 怎么做切换跟输入没有输入，它的clock age 的时候，它只是把它搬过去了，然后呢 next state 的这个变数怎么去更新是在下面这里因为你从这里看不出它怎么跳嘛这也看不出它把 next state 的这个设定把它写在第二个 OS 里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意思是说S0 的时候我的 next state 应该是多少就是说假设我当下是在这里，那它的箭头会在这里一个，这是另外一个那走下面还是走上面呢？就是看你的 input x 所以呢如果 x 这个写法就是如果 x 是1的时候x 等于1我就会跑到下面去，所以就变 S1 有没有 next state 就会是 X1 否则的话 next state 就会 S0 S0 是因为0如果是 x 那 x in 等于0的时候呢它回到它自己就是你的下一个 state 它还是自己本身 S0 好，那你的 state 呢是有 S0、S1、S2、S3 这4种情况嘛，那就是依照这个图把这4种情况填一填你自己可以再验证一下是不是 match 是不是跟这个写的意思跟这个图是一样的你可以看S2 S2 是这个 S2 这个是反向嘛，所以这就是0，就0的时候它才会走 S0 所以 S2 0的时候它跑到 S0 1的时候呢还到它原来的地方所以这个
反向嘛，所以0的时候是 S0，反过来 else 就是1的时候就 S2。好，所以这个 case 里面的写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图形的这个线怎么跳。好，这是第二个 always。好，所以你就是依照这个箭头啦，线的箭头来看。好，最后面呢，我们来看它的输出。啊，这个就是决定它的输出。好，如果是 S0 是这个 S0，它的 output 啊 ，S0 有2个情况是这条线有没有？还有这条线。那不管哪一条线，输出都是0。啊，所以 S0 输出就是0。啊，然后呢，其他的呢，啊，比方说 S1 在这里，还有这条线。好，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输出呢，这条线呢是1，这条线呢就是0。它是不是跟你的输入 Xin 颠倒？有没有？这两个颠倒，所以呢，它就直接写你这个时候的输出 Y out 应该就会是输入的反向。好，那这个 S3 应该也是一样，S3 是往这边跑，没有，它是反向，往上跑也是反向。好，所以这个是用观察输入输出的关系而写出来的这个。好，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说，STEM machine 重点在它怎么去跳到下一个state。那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就是 clock 的 edge，clock 的 edge。好，怎么跳呢？就看这个箭头的方向，还有你的 x。到底通常会有2条线呢？通常会有2条线，因为你的 input 就只有一个 x 嘛，所以 x 就两种可能性，0或者是1啊。你的输入如果是2条线 x1 x2 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有4种可能性，你就会有比较多条线所以 STEM machine 可以变成是一个很复杂的那我们目前都是看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的一个 STEM machine。好，所以什么时候跳就是 clock 的 edge， 可是 clock edge 没有在这个图形上来表示因为标准它的动作就是这样，有一个 edge 产生，我就跳那个 state 呢就跳一次 ，state 就跳一次然后呢要跳的时候怎么跳？看什么？输入看 x 在哪里看 x， 由 x 来决定是要往这个地方跳还是往这个地方跳。好，所以写法呢就是这里这个地方就是决定怎么跳然后最后呢一个 always 来写说输出怎么写。好，输出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把它跟我们的实验版做结合。实验版做结合，这个是办那个课文的例子，对不对？这个，那它有一个输入叫 x， 然后呢一个输出叫做 y， 那它还要需要一个 clock 跟那个 reset， clock 跟 reset。好，那 clock 这个呢会影响到你 state 切换的部分那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人可以看得到，希望让它跑慢一点 ，clock 我要产生慢一点所以我呢就把它指定是 clock 那个 counter 的25因为我们是50 mega 会跳一次嘛，那太快了，根本看不出来的变化我就挑那个之前我们常用那个计数器计数器在数到第25bit 的时候呢，我来当做我这个系统 STEM machine 的变化的这个你可以改24，它就变快了输入 Xin 呢是 key 6， reset 是 key 3
啊，输出 Y out 我把它指定是 LED1 啊。另外呢，我想要知道 state 的变化，对不对？所以我就把 state 这个资料呢写到7段显示器上面去啊。所以呢，我会用7段显示器的那一个范例啊，就是上礼拜的这个范例呢来做啊，因为7段显示器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就可以继续一直来使用啊。好，那 Lab 11呢，我们是已经有做这个7段显示器啊，那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就可以把7段显示器用7段显示器来显示 state 的状态啊。对 state 状态呢，只有4个可能性，一个是0、1、2、3、0、1、2、3、0、1、2、3啊，那我就把它写到哪里去？写到这个 number 里面去了。啊，写到 number 里面去，你可以挑一个了，啊，你可以挑一个来写。好，它的方块图大概会长得这样，这个就是课本的范例，啊，课本范例，我写好了，那我要怎么把它跟我的实验板做结合？啊，这个是它的输入，啊，这个一个方块，我们通常左边呢是 input， 右边呢是 output。好，右边是 output。好 ，input 呢是 clock， 然后呢 x in 还有 reset。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嘛，我 reset 有接到 key 3，x in 接到 key 6，clock 呢我接到什么 counter 第25。好，然后输出呢我把它接到 LED1 去，好，这个接到 LED1，然后呢 state 其实是有2个，啊 state 其实是有2个。这里啊，这个 state 它其实是2个 bit， 0跟1嘛，啊，所以呢，其实你应该是 state 0啊 ，state 0跟 state 1这个。好，那要怎么跟这些你已经有的东西接起来？左边这里你可以用 while， 好，那所以我就设定了，我把这个讯号都把它宣告成叫 while， while， 然后这个输出呢 y out， 它可以就是一个暂存器的类型，暂存器的类型，好，然后 这个 while 的类型必须用 assign， 就接起来什么叫接起来？就是用 assign，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 clock assign clock 等于 count 25，这个就把它接起来的意思。好 ，x in 等于 key 6，好 reset 就等于 key 3了，好，那 LED1 就是等于 y out， 好，这个就是把它们接起来的意思。那这个因为 number 是一个 REG 的类型，你就不能用 assign， REG 类型的不能用 assign。那这时候呢，我就必须把它放在适当的 OS 里面去，等一下我们看到我number 呢是有4个 bit， 那我只要改其中2个 bit 0跟1就可以，所以我就把 state 0放到 number 0的第0格的第0个 bit， 这个意思就是把 state 1放到 number 0的第1个 bit， 那 number 0其实还有第2个 bit 跟第3个 bit， 那我就留着不动，它预设会是0，所以留着它就不动，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呢，老师的报告呢，就希望你按照老师刚讲的这个，你把它消化吸收之后，自己说明一下如何把范例的程式你打一打就好了，这个就是范例程式嘛，按照这个打一打，其实从这里开始的，按照这个打一打，你就打出来了。可是你要如何把这范例结合到我们的实验板去？所以这个也是练习的一个重点，所以希望你在实验的报告把这个部分写清楚。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跑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下，OK，好，这是程式的部分啊，这个应该看了很多个礼拜啊。counter 啊，我就一个计数器一直数啊，counter 计数器一直数，然后25冒号0啊。这个呢是在做什么？7段显示器的显示用，然后我就继续把它拿来用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state machine 的程式码啊 ，state machine 程式码就在这里，然后3个 always 这里啊，跟课本是一样啊。这个都是从刚刚投影片那边把它打上来而已啊。那我刚刚讲到的 assign 在这里啊，这个把它接起来，好，这个地方接起来，然后 number 在哪里做改变？在这里，好，我就把 number 呢写在这个地方啊。那么0的第0个 bit 跟第1个 bit 啊，它就是从哪里来？从 state 0来或 state 1来。这个动作呢，就可以把当下 state 的状态呢写到7段显示器的这个 number 里面去，然后这段程式码就会把 number 的资料呢秀在这8个7段显示器上面。啊，因为这个方式呢，才可以让我们知道现在 state machine 跑到哪一个状态去。然后再来，我们就可以把它送出来。那我要切换。切换一下，亮一点。OK。好，我们用3跟6，对不对？哦，你看起来它好像不会动，对不对？好，我把它弄小一点，因为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你这样突然看好像觉得它是坏掉了，那其实不是坏掉，这样。好，我们大家一起看。我让它重来 ，reset 是3是 reset， 0 1 3 2，然后就不动了，好，因为我现在都没有按，所以那个你的 input 应该是 key 6，input 就会是1，所以从00开始，00呢加一个1嘛，1在这里，所以00会跑到1，再来是1嘛，所以跑到2、3，等等，1也跑到3呢跑到2之后呢就一直维持在2，好，所以它不是不动，它一直都是2，好，再给大家看一次。reset 完之后，0、1、3、2，它一直都是2，并不是停下来，那什么时候会变化？你的 input 是0的时候，那你怎么让 input 变成0？就把按下去它就变，所以我 key 6按下去的时候呢，它就开始变哪里去？会跑到0的会跑到0，输入是0的时候会跑到 state 0，所以你就会看到会从0再来呢，0的时候维持0，所以0的时候维持0，所以0之后就不会再动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压下去，0之后就不会再动了
零之后就不会再动啊。你把它放开，它就继续跑，因为放开就是1嘛，放开。然后又到2就不会动了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它怎么好像怪的啊。反正它只要跑到0或者是2啊，它可能就不太动，为什么？因为这边有一个，这边有这0有可能回到它自己啊，2也可能回到它自己啊，所以你就好像那个一直在这边循环，无穷循环啊，所以你看到它就不会动啊，但是这个动作才是正确的啊，因为程式是这样啊，因为它的 state machine 是这样跑。好，那 reset 就是说你随时它都可以 reset 啊，比方说现在是 reset， 从0开始3啊，不管你什么时候按，它就马上要变0这样啊，按的瞬间它马上就会变0啊，所以这个 reset 功能看起来是正常的。好，再来呢，今天的这礼拜的第2个实验呢，其实就是请你按照这个那个 state machine 的这个叫 transition diagram 啊，去完成这个 transition diagram 啊，那这个其实也是蛮意思是这样啊，当我的 key 1被按的时候，它其实是做 reset 啊，回到 S0啊，它就其实做 reset。key 2被按的时候啊 ，key 2被按的时候呢，就是从03210啊03210，没有被按呢就是0123了，所以一个是正的跑，一个是反的跑啊，一个是正的跑，一个是反的啊，这个就不会停下来，你就看到它一直在跑啊，一直在跑。好，那这个图没有讲 clock 怎么来啊，所以你可以自己指定你的 clock 是多少啊，所以这个是让这礼拜呢，我们就是来做state machine 的这些练习。好，所以 key 1是做 reset， 那 key 2呢就是 input， 啊，那 reset 的时候就是 S0， 啊，那 key 2呢被按的时候，没有被按的时候是正着跑，012啊，这是3了哈，S3，key 2被按的时候呢是反向啊，03210这样。输出呢，请你用7段显示器7段显示器来显示当下 state 啊，那每秒可以更新一次啊，每秒可以更新一次。那怎么产生1秒？之前我们也都有练习过哦，怎么产生1秒。那第3个呢是 optional 啊，就是你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啊，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好，我们刚刚那个 ES2 好 ES2 呢是固定时间，好，那个时间是固定的啊，就是说每个 state 的切换时间都是都是1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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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记得我有写，好，把它跑出来看一下。好，我有写，好，大概像这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你可以看到这里，那0123 0123，然后呢 key 2 3 2 1 0，压的时候就是倒数，放开呢就是正的数，正的数。
但是呢，它是每隔1秒数一次啊，每隔1秒切换一次。我的 state 是每隔1秒切换一次。那你如果怎么让 state 时间不固定？那比方说 S0 呢，经过1秒之后跳 S1， S1 呢2秒之后呢跳 S2，S2 呢经过3秒之后跳 S4，S4 呢经过4秒之后跳 S0，那如此做循环，在不同状态下你等待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我有这样的要求该怎么做？这个是让有兴趣的同学你自己可以去练习看看。那这也是我刚刚讲我们那个红绿灯其实有这4个状态，常见这个最基本的红绿灯它大概有这4种状态。那每个状态怎么样？它的时间不一样，它等的时间不一样嘛，对不对？红灯跟绿灯这个是会比较长，这个很短嘛，这个也是很短。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灯号代表这3个灯嘛，不同 LED 灯来表示这3个灯号。所以这个是一个 option 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你可以自己呢练习看看。